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就是你明明写得很清楚，然后丢到 AI 生图的时候呢，它生成的东西却不是你想要的。你说走路，它可能画着站着人；你说向上看，它可能画着翻白眼的表情。然后你就一直改，一直试到怀疑人生。最后呢，你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。当初我也是这样，我每天花4到6个小时创作加上制作影片，同一个镜头我可能是5到7次才会有其中1次是我满意的、我喜欢的画面。所以呢，我想告诉你，你不需要怀疑你自己，问题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不了解 AI 的思考逻辑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。Hello， 我是莹莹，这是 AI 说故事系列的第3集，也是最后一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建议你先去看上2集。第1集讲的是电影画面构成的4个秘密，第2集呢则是讲说如何把文字拆解成一个一个的画面。连结我都放在下方资讯栏里面，你都可以透过那个连结去收看，看完再回来呢会有更多的收获。AI 确实有它的限制， AI 不会自己想事情，然后它每次生成的东西都是新的。但是当你理解它的限制之后啊，你就可以知道怎么绕过它。我整理了4个最容易让 AI 误解你的地方，然后这4个坑呢，我也全部都踩过，所以我知道有多痛。第一个坑 ，AI 不会自行脑补画面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：年轻人从老妇人手中接过布袋，然后走向院子门口，老妇人在后面看着他，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但 AI 会搞混。结果生成画面是2个男主角，一个在门口，一个接过布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一个提示词里面同时提到接过布袋和走向门口这2个动作。AI 不懂这是有顺序的，它就是把2个动作都画出来，就变成是用2个人去呈现。那修改之后呢，我就把它写成年轻人站在院子门口，从老妇人手中接过布袋，老妇人悲伤地望着他。我把2个动作合并成在门口接过布袋这一个瞬间，这样 AI 就懂了。记住 ，AI 不会脑补接过布袋之后要走向门口的这种因果关系，你要直接告诉他这个瞬间长什么样子。第2个坑，忘记按下暂停键，这是我以前常犯的错误，就是把脑中的动态画面直接写出来。例如说，小猫从沙发上跳下来，然后跑向窗边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图片呢，就是按下暂停键的瞬间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显示一连串的动作。所以这个故事的第1章应该是小猫蹲在沙发边缘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准备跳下来的姿势，这样才是描述一个瞬间。1张图等于1个定格画面，不是一整段的动作。第3个坑呢，就是硬要让角色长得一样。如果你想做一个有故事的影片，你可能会很想让同一个角色从头到尾长一样，但这个真的超级难，因为 AI 每次生成都是重新画，它没有记忆，不记得上一张图的人长什么样子。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假设你现在想要做一个短片，然后是讲关于一个女生呢去咖啡厅点餐，然后坐在窗边的座位喝咖啡，然后离开。那如果你想要让这3张图片中的女生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包括发型、服装、脸型，我要跟你说，这个真的超级难。事实是，每一张图生出来的女生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。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断的换场景。第1张女生在吧台前点咖啡，第2张女生坐在靠窗座位喝咖啡，第3张女生在咖啡厅门口准备离开。每一张图都换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角度，就算这样女生的脸啊发型不一样了，观众也不会看得出来，因为场景变了，角度变了，而且当你时间很快的闪过去的时候啊，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情。我在做刻舟求剑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就是使用这个方法。男主角在家里，男主角在院子里，男主角在码头，男主角在船上，不同的场景呢会营造不同的氛围，观众可能就是来不及看，他可能只会注意到场景变换了，他没有办法细看这个男主角的脸已经换了一个。换场景等于绕过 AI 的限制。第4个坑，说得太清楚反而更模糊。我们常常以为写得越详细 AI 就越能理解，所以就会写说男孩坐在书桌前认真的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面写作业。但有时候说得太细 AI 反而会搞混。我之前在写全景镜头的话，会把所有细节都写进去，结果生成的画面的比例完全失衡，就是里面什么都有，看起来非常的杂乱。因为我写得太细啊，然后 AI 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当成重点。那为了呈现这些东西呢，它会把所有东西都尽可能塞到画面里面，就变成没有一个主次轻重的分别。更好的写法是男孩坐在书桌前低头专注的写字。你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专注写字的氛围，
所以抓住核心，其他让 AI 自己发挥。说的模糊一点，有时候反而画得更清楚。讲完这4个坑呢，我现在就来说说我到底怎么从坑里面爬出来的。几个月前我开始做刻舟求剑这个动画的时候，真的是天天碰壁，做到怀疑人生。我就是不断的上网查资料、测试、记录、修改、再测试。后来呢，我发现有3件事情对我的帮助很大。第一，我开始刻意调整景别，也就是镜头的取景方式。以前我生成的画面看起来就像只是换个角度拍男主角而已，后来我开始刻意的切换全景、中景、特写，让每个镜头都有不同的视觉变化。第二，我开始简化描述，如果写得太细，画面就会不合逻辑，所以我后来学会抓住核心动作或者是核心情绪，其他的就让 AI 自己去发挥。第三，我用换场景的方式去绕过限制。我不让男主角一直站在同一个地方，从家里到院子，从码头到船上，不断的换场景，让观众来不及注意角色的不一致。刚刚讲的都是图片的技巧，那影片呢？如果图片是按下暂停键，影片就是按下播放键，差别就在于从一个瞬间变成一个过程。我给你3个实用技巧。技巧1，用连接词串起动作。小男孩骑着脚踏车，然后前方出现了一个水坑，接着他骑车绕过水坑，这样 AI 就知道动作的顺序。技巧2呢，则是告诉 AI 镜头怎么动。奶奶坐在摇椅上织毛线，然后切换到墙上时钟的特写，指针正常运作。一个描述就包含了2个镜头。技巧3，告诉 AI 世界怎么运作，这是我最大的突破。与其写河水在晃动，风吹的树影摇曳，光线微微变换，不如写一句自然环境依照物理规则运行。在那一刻，我才懂了 AI 需要的不是详细的描述，而是清楚的规则。让我们回到刻舟求剑的故事，有个人呢在船上弄丢了剑。那他就在船边刻了一个记号，等船靠岸之后再跳下水里面去找，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找不到。之前的我就是这样，就是在船上刻上记号的那个人。我在网络上呢到处找提示时，然后复制贴上，就是希望奇迹能够发生。结果就是一直在浪费时间跟浪费我的金钱。直到我开始学习电影构图的底层逻辑，跟了解故事该如何拆解，然后再搞懂 AI 的思考逻辑，我才终于懂了整个河流的方向。现在你也懂了，你知道怎么用构图让画面变得非常有电影感，你也知道了怎么把文字拆解成一个一个画面，甚至你知道怎么用 AI 能听得懂的方式去跟它沟通。这3层河流呢，就是你的地基。你呢，准备好开始了吗？试着用这些方法去生成你的第1张图片或第1个影片，不用很完美，不用很厉害，先做就对了。然后回来这里在留言区告诉我你遇到什么，那我会尽量回复大家哦。不过我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就算你懂了这些原理，真的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会卡关，因为从理解到做出来，中间还是有很多细节的部分要处理，怎么拆解，怎么做角色设定，怎么写提示词，怎么去组合它，这些问题我自己也花了好几个月才摸索出来的。所以我把这些经验整理成了一个工具包 ，AI 说故事工具包。这个工具包里面呢有3样东西，第一个是 MSCA Y1 大师级分镜师系统，我是使用 Gemini Gene 这个系统去制作了我这个机器人。你呢，只要输入你的故事跟你想要的时长还有风格，它就会帮你生成世界观，然后还有角色设定跟电图的提示词，外加完整的分镜。这套系统呢，我自己也在用，它能帮你节省90%的前置作业。第二个是 MSCA Y1 的新手教学手册，里面有跟你讲说怎么输入故事，怎么确定角色，跟怎么使用电图。手册里面呢都有一步一步的教学，你都可以跟着去做。所以就算你完全没用过，你也可以很轻易的上手。第3就是新手教学指南的第1集到第3集，也就是这个系列的文字版重点笔记。第1集呢，就是教你说如何让你生成的画面变得像电影一样吸引人。第2集呢，则是说如何把文字故事拆解成一个一个画面，让你的故事不再断片。第3，教你如何跟 AI 沟通来提升你生成的几率。你可以随时拿这个笔记出来复习，不需要再重看一次影片。这些加起来呢，就等于我过去踩过的所有坑都整理好一并给你。
而且我会持续更新我的系统，买过的人呢不用再付费，未来的版本你也可以使用。现在的话是早鸟价$49，之后呢会变回原价，变成$69。连结的话在下方资讯栏里面哦。我是莹莹，谢谢你一路看到现在。你不是一个人走，让我们一起走下去。反正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，为什么不灿烂的活过一回呢？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